好啊，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汪江辉，欢迎。大家好，我是汪江辉。我们就因为基本不了解你啊，别说我的观众朋友们了，我对你都完全不了解啊，所以就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汪江辉，92年出生，现在是安徽安庆人，现在在德国，之前呢，我是2009年之前呢，在国内呢是做一些可能是说对共产党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意见吧，在朋友圈呐、推特微信呐、QQ 上面啦，就是有一些言论是他们所不容的，所以说相当于一个艺人说了什么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合法性呐，然后抗战的这个对共产党这个定位，我认为这个抗日战争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肯定是国民党是中流砥柱的话，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文革方面的这些定义或者8964这种对平民的这种残酷镇压这些事实，我这都是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对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定位，我感觉他们在这个方面上面肯定是有对历史是不公正的评判的，我是对他们有批判意见的，所以说他们就对我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敌人之间的一个立场吧。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儿了？09年之后，然后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是一些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就相当于对这个历史方面有很深的好奇心，所以说我机缘巧合就认识了一些朋友，他能够从其他地方，从香港或者是台湾那边，网购一些那些台湾的书籍或者香港的历史方面的书籍，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有这种看书的爱好，所以说我就从那个朋友那里买一些书回来，然后我就把这些书一些章节就分享到朋友圈里面，然后有些朋友就问我这些书从哪里弄过来的，我就说是别人代购过来的，他就是说你代购了能不能帮我代购一下啊？后来我就机缘巧合就帮别人代购一些香港、台湾方面的一些历史书籍啊，文学啊，像高行健的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大陆这边不能卖的一些方面的书籍，就卖了19年3月份嘛，到19年6月份出头，还没到6月份，然后我去香港待了几天，因为香港那是禁书天堂嘛，在中国人的眼里面就是禁书天堂，也就是繁体书籍，然后去参观了6·4纪念馆和一些敏感的地方。我6月2号回的大陆，那大陆的时候，然后因为微信是被中共监控的嘛，你在微信上面发这些东西，就被当时我在深圳，然后6月4号早上就被那个深圳的国保大队被抓了，然后抓了以后，在那个深圳那个布吉派出所龙岗区布吉派出所提审了一天，然后第2天就被送到那个龙岗看守所。然后在龙岗看守所待了1年，然后2020年6月3日从龙岗看守所释放出来，在龙岗看守所里面待了1年。那个就是你人类那种纳粹集中营，就是说让你进去了出不来，在中国的看守所里面是让你进去了，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那种苦难，我希望是以后所有人都承受不了，因为现在那个龙岗那个看守所现在已经拆掉了，它是在那个黄河坑看守所，它已经把那个旧的已经拆掉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地方。但是那个新的地方的那个看守所里面，听说环境现在好一点，但是它也是亚洲比较大的看守所。我在的时候，那时候是看守所里面有将近100个舱，将近一个舱里面就将近50个人至60个人，就说一个看守所里面将近6000多号人，所以说在亚洲都是前1、前3的，很大的一个看守所。你给我们讲讲这一年啊，19年到20年6月4号到6月3号这一年，你在里面都经历了什么？在看守所里面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进看守所都没享受过是这种待遇，就是
你戴上手铐，戴上脚镣，手铐就戴上手铐，戴上一个脚镣，脚镣就是那种很重，不是说有十几公斤嘛，最起码10公斤有。那脚铐感觉上面是生锈的，就感觉那个脚镣是专门为你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戴上那脚铐，就是那脚铐生锈的，就好像这个脚铐都没有使用过，就专门给你定制的一套手套的脚铐，放在闲置了很久，突然间就在你的脚铐上面了。然后你上那个车的时候，那个车子是那种，大概10人座改造的那种专人押解犯人的车子，那个电子脚镣套在你头上卡住这种，就你这个两人面对面，就是看着这种10个人，跟我一起送到那看守所的有是聚众赌博的老板，有那种或者是那种是说蛇头。或者是那种犯罪的，很多人都是送到那里面去，都是很轻微的罪。我送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种情况，然后进去之后还要把自己的衣服给脱掉安检，然后我脱光了在里面跳，还要跳检测你身上其他部位有没有什么藏什么凶器啊，或什么其他的看守所里面不允许携带的东西，是很侮辱人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在里面。你要经过很多，它有100个舱，有男监和女监室，还有什么有很多有什么新兵舱啊、提审舱，还有什么还有味觉舱、乙觉舱，还有每个舱室里面都有有牢头狱霸，就是不是牢头狱霸，叫轮值，大组长、小组长。所以说，如果说你在外面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当你踏入中国的看守所或者监狱，你就会感觉到。那里面比外面不公平10000倍、1000倍，所以说，中国的看守所里面，尤其在深圳，已经算条件很好的看守所，因为它是特区，它的经济很好，但是他对犯人、对嫌疑犯的态度其实是已经很不好了。他是，他除了不让你死之外，其他的暴力可能不可能说那个监管或者人职员他们打你，他们肯定是不会打你的。但是他那种限制你自由的那种环境之下，人是很压抑的。50-60个人在深圳那种环境下，因为深圳那个监室是很小的，大概也是30-40平方，但是30-40平方的这个环境之内，60多个人成年男性在这里面吃喝拉撒睡，这种环境是很让人窒息的，空气都是那种混浊的，就是你喘不过气来，那种环境，就是人在里面，每个人都是在焦急的等判自己的那个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有些人吸毒的，有些人是可能就是打架的，有些人是盗窃的，每个人做犯的罪行是不一样的。可能在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可能因为反对共产党，但是说共产党借机因为这个书的事情把我抓进去的人很少，可能也有这个5-6千个人肯定都有反对共产党的，但是说像我这种因为这个事情我问你个有意思的问题啊，你的室友当时的室友50-60人，那你们在一起肯定要聊天呀，是不是要聊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那人家问到你的话，你肯定要说你是因为贩卖了一些这个禁书啊，是吧？说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话，那你这个理由说出来，你的室友是什么反应？觉得你是个英雄牛逼呢，还是觉得你傻逼呢？到底是什么反应？我是这意思在里面我其实说像那轮值啊、管理层啊，现在知识分子文化越高的人，其实他的共产党的看法是越透彻，他们其实了解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他们最容易剥削的层面了，已经是犯人了。我们已经是没有公民权了，说再多说再少，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明确，他们就是我们的那个轮值员，就是那个深圳华为的一个消失一个地区的管理，他就是因为是深圳那个龙岗区呢是华为的，属于那个专门接待华为犯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深圳龙岗看守所，就是华为只要是那个职务侵占呐或者犯罪的那个他们的员工都是送到深圳龙岗看守所里面的。说深圳龙岗看守所有一个特例，
就是说深圳龙岗看守所的那个犯人早上都有一个那个蒙牛优酸乳，就是那个饮料330毫升那个一个馒头加一个饮料，他们那个营里面那个看守所的人说，这是华为特供的，就说这早上有一罐那个蒙牛优酸乳，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个酸奶的，但是深圳龙岗里面有这个东西是华为特供的，所以说这个轮值员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职务侵占这个东西犯罪判了7年多，他一直上诉到结果还是上了，一直在里面待到我出来了，他还在里面待着，大概过几个月也就出来了。他就讲，他就讲共产党这个东西就是一群王八蛋，谁不知道是王八蛋？但是王八蛋存在，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什么，这是个事实。但是我认可你做的这些事实，但是说你这是轮值，那有些轮值就是他们就是不表明态度，但是他们肯定都知道，共产党肯定不是像他们新闻联播说的东西那个的东西，对大家都是比较清楚事实，但是他们不像那个外界的那个小粉红或者其他人说共产党多么的好，多么的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也是属于一个中间派，他们就不会说我怎么样反正怎么样，他们是了解事实的，所以他们知道你反共就是总归会对你好一点，是吧？这个没有，这个你好不好？因为说因为在这个看守所里面的话，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分子的。假如说你是个清华北大或者是比较出名的大学上班那个读书读出来的，他就说让你去当一个文员，当一个文员，当一个就是书记呀，就记本子的，或者是当管理员或者怎么样的，他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分子的。就是你读书文凭高一点的人，他是比较支持。但是你如果说你是犯了一些强奸呐，或者做什么比较不好的罪名的人，他就会稍微比较不是特别的优待。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1.8、1.9米，长得壮壮的，他怕你在里面闹事，他就给你当一个小管理层啊，就是什么值班班长啊或者什么的，稳定人心。就是说在里面还是比较那种不会因为你反共或怎么样的就对你另眼相待，但是他也会是说只要你不犯我不犯人，都有一个边界感，是这样的情况。那你在里面到最后给了你一个什么罪名啊？他给我一个非法经营罪嘛，因为说我在说慢一点，非法什么罪？非法经营罪。他就说我是因为没有那个出版许可或者销售许可，私自在微信朋友圈卖这种书籍，属于非法经营罪嘛，就给我这个罪名。然后因为主要是我是在那个派出所的时候，是深圳市的那个宝安区的那个国保大队的人去调查我的事情。当时早上6月4号早上的时候，是深圳市国保大队带队派了几个部级派出所的民警来抓我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是深圳市的国保大队来处理这个案子，不单单是这个部级派出所来处理这个案子。因为我是2019年那个其实是香港那个战争运动是比较那个闹得比较大，所以说深圳那个尤其深圳是跟那个香港交界的地方，所以说他就会对那个从香港回来的大陆人特别的这个重点关注。因为再说我发的那些朋友圈言论什么东西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触及到他们的痛点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那个时候是很敏感的。就2019年那个时候我去香港，就是从大陆这边过去都会被查的，就你手机都直接他会去翻你里面有什么照片，你里面存了什么东西，你微信里面都跟人聊了什么，他都会去看的，然后问的很详细的，是很麻烦那时候。那因为你说，我想问你，就是那你当时给了你这个罪名，就是跟你说的很清楚，就关1年，是不是？他没有关1年，他是说，在派出所的时候，他们是国保承认我，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罪名，他们就抓了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我也没有找律师，就是说我在里面
就是没有下达起诉书之前，其实我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罪名的。你也不知道你会被关多久因为是起诉书下来之后，就有一个量刑建议书，在量刑建议书上会说这个人因为什么罪名，现在怎么样，该建议法官量刑多久多久。但是其实我其实是重判了，因为他说我也是说我认罪认罚的话，按照中国的刑法这个书来讲，如果说你认罪认罚，你的量刑会在建议量刑的80%左右。就说如果说判我1年以下，建议量刑1年的话，其实我应该只能判8个月至10个月，就会把我释放掉。但是他们就是说判我1年，其实就给我判量刑1年，就给我判1年。其实是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属于大满贯，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从重处罚了我这个案件。然后还有罚了1万块，就是说我判了1年，再罚1万块。其实我的案子其实是按照其实已经是从重处罚了，就顶格，就按照案子的顶格来处罚了。因为我的涉及的案件就是10万金额，判了1年。如果说是25万的话，就是3年以上。但是我这个案子10万的话，它是很勉强的算上了，他把我以前是可以在国内卖的书也算在这个金额以上了。其实我这个其实没有10万的。好，那你20年出来之后干了什么？出来之后我就去新加坡工作3年嘛。新加坡就是华人之光，就是说中国人都说新加坡是怎么样，华人民主最应该有的样子的那个国家。就是我在新加坡待了3年，然后在新加坡3年工作。新加坡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也热的地方，所以说我受不了那个环境。然后那个政治环境里面也是比较压抑的，因为新加坡人是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利的。尤其我在一个，虽然新加坡有言论自由，有网络自由，不用翻墙，但是我是因为我在国内犯过罪的，按照正常情况下，你在其他国家务工的话是不可以有那个犯罪记录的，应该有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才可以外国务工的。但是说那时候是疫情，或者是那时候还没有严查到那种程度，所以说相当于我是抓住了一个漏洞，到新加坡务工3年。但是说我感觉这里永远是一个雷点，永远是我一个弱点。假如说真的新加坡政府到时候真的如果说以这个东西来抓我的话，我确实在中国犯事情了，或者1年这个没有诚实的去在这个确认书上面去承认这个错误的话，这个污点的话，我肯定是要被也要算罪证的，因为是不诚信嘛。所以说这里永远是一个雷。然后我在新加坡3年，你说？没有，所以你就一直很困扰这个事情，最后就选择离开新加坡了，是吧？我以为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不单单就是因为工作嘛，后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收集了一些关于6·4的一些东西，像报纸啊、纪念章啊，包括相关的文物啊、手表啊，我也收藏了很多。像8964的那个当年的那个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什么北京日报，我都有原版的报纸，我都收藏在那里的。因为这个中国的那个网络你是看不到真相的。像在这个当时的报纸，其实就是侧面的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什么东西的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不可抹灭的。当时我就自己，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就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资料。所以说我出来之后，我就想办法把那些资料先运到新加坡来，然后把新加坡运过来之后，我就想办法邮寄给那个通过周峰锁先生，我邮寄到了那个美国6·4纪念馆。所以说我相当于就是22年、23年、24年，这是还是24，反正3年，我转了3次那个文物到那个6·4纪念馆去展示，都有那个周峰锁先生给我出示的那个收据呢。所以说我是在新加坡这个独裁国家，虽然我没有那种言论自由或者没有纪念6·4的这种东西，但是我时时刻刻都在做的这种为中国这种揭露真相做一些。我得给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啊，这个汪江辉啊，我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呢？就是在推特上啊，最早呢就是我是时间线上飘进来，然后老看见他发的一些视频，
后来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个人发的东西都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就是他不刚才自己讲嘛，他会收集这些报纸啊什么，他也会在网上收集各种各样的这些史料的视频啊，各种各样的视频。所以他的推特号我挺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他每天发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能收藏的人啊，收藏者，而且特别会分享的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关注他，然后他也关注我们，就等于互关嘛。然后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说想跟我做这场对话，所以我们就今天。其实今天他想跟我聊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个标题是这个汪江辉拟定的啊，这个标题，所以光看这个标题也不知道你想聊什么，大概就是聊你自己吧，对吧？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你的本身的经历刚才聊的就很有意思，所以那我们继续啊，我就给我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那你这个现在在国外啊，那你就更自由了，对吧？可以收集这个各种各样的中共的黑料，然后每天就在推特上发，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是吗？我的生活可能是不单单是这个吧，因为我想的说，你反共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你不可能说你在推特上发东西或者什么样的就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以后的话肯定是说你最起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础，或者有一个反共的一个一个事业，是靠你一个自己的那个什么一个财务支撑吧，就是一个财务支撑，你要靠自己去有一个团队或者有一个事业群去支撑。为什么你单单的你去抗议，靠言论，靠去大使馆去抗议或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共产党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说了，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你在安全的地方做安全的事，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没有，只能说他们感觉你是在他们脸上抹一层灰，但是他们可以用钱把他们脸给洗干净。因为海外这个共产党的渗透是很厉害的，应该你在海外或者我在德国，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中共的渗透，这个钱外交是很厉害的。所以说我在想的就是我这个东西在推特上发这些视频，这些揭露的东西，只是我表达观点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说你要长期的对共产党去进行一个实质性打击，就是你在海外一定要自己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说共产党最起码认清共产党的一个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认清他们的本质面目吧，最起码，然后我们自己最起码有一个圈子，有一个海外基地，或者有一个像美国有一个64就是说那个，你希望能有一个找到组织是吧？也被找到一个相当于可以交流、可以沟通，或者哪怕在德国这边建一个像美国那些有很多那种图书馆做演讲或者沟通的地方。假如说我时间成熟的话，我可能就在德国这边建一个中国禁书图书馆，或者搞什么图书啊、座谈会或者观影啊，就每年大家可以每周或者每个月可以大家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聚会聊天，然后发布或者新书发布会，或者是电影观赏，搞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一起交流的地方。像国内我就佩服一个人，叫有一个专门收藏那些旧物什么东西，他开一个博物馆聚落的部落，那一个人就是四川那边的一个人，他就是他以前是做房地产起家的，房地产起家赚了很多钱，他就在那个四川那边就建了三四十个博物馆，就把中国的一些什么文物啊都分门别类的，就建一个博物馆，然后搞一个博物馆聚落，然后就让大家可以专门买一张门票去。花几天时间，可能那些博物馆就参观不了。所以说我以后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个反共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但是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反共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良心的体制一个体现。但是说反共不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肯定是反共是我表达我的想法出来了，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要生活，我要靠自己，或者是做什么生意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到时候按照这个爱好，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去组织搞一个俱乐部，或者搞一个社团，搞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让
让所有人让其他想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不是抖音里面的或者那种岁月静好，其实就真正的中国人其实是说不了真话的，说不了实话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你的未来的一个梦想，是吧？在德国想干的事情。那前面先补上啊，就是现在大家了解你20年等于是坐了1年的这个牢出来，后面3年呢在新加坡去算务工，是吧？或者做生意，反正就在新加坡。那你20年你从中国出来到新加坡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就没再回过国，是吗？对的。为什么是害怕回去就有新的问题，是吧？这个首先一点啊，我是一个孤儿，家里就有一个弟弟，父母走了，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了，又没有故土的人。其实我现在是我92年的人，我现在是34岁的人了。其实说不好听的，父母走了，其实人就是在走回去的路了，就去父母相助的路了。其实我相当于一个无根的人。一个无根的人其实是没有故乡的，就我去哪里，主要是取决于这里能否让我去呼吸，让我去自由表达，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故国故乡这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虚的词。其实我是一个无国籍的主义者，所以说我不在乎说什么中国、美国或者德国，其实我在乎的是我所脚踏的那块土地能否给我仰望星空的机会，让我去展示我自己的能力，这才是我所考虑的重点。假如哪一天，中国发生像64那样的东西，或事件，或者是让人感觉中国可能要有人去做牺牲或者那样的，我也会义无反顾的回去，哪怕中国让我判我终身监禁，或像刘晓波那样的命运死在监狱里面，我也会考虑，因为我是一个人，来也是土，去也是土。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有多大的那种偏见或者什么东西，我在乎的是我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你认可不认可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要让你明白，我曾为有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也为我自己发声就行了。很棒哈。那么为什么选择现在跑到德国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像余英时在他回忆录里面讲的这样，他当时突然间来到香港，他也是一瞬间决定他一生的事情。其实说很多事情在我们人生之中，你决定你一生的事情都是一瞬间决定的。我们其实改变不了这个东西。其实你深思熟虑考虑那么久的东西，可能你永远都用不上，但是你突然间决定的事情就决定你一辈子。我们在一个就是你翻看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到这个新世纪的头30年、20年，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而我们恰好就适逢这个年代。其实我们是90后、89，然后现在是22年到23年，到33年。其实翻看历史，其实这些年其实都是不是太平的。只是我们在这网络世界感觉到这个其实很太平，其实世界其实很纷乱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或所处的国家是安定的。其实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是在动荡，像那乌克兰战争，像那个以色列那个巴基斯坦那边，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或者到处逃荒。就是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做一些可能感觉岁月静好。其实这个世界对很多人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做了一些想做自己做的事情的一些人传的东西的方面的东西。其实我们享受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享受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些在中国遭受这种政治迫害的人，来到德国和来到其他地方了，我们就应该替国内的人发一下声，或者说一些勇敢的说出来。但是那个国内的人可能会非常的好奇啊，就是你还是没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从新加坡跑到德国来了？新加坡德国来，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我这个我新加坡的工作许可是2年一续的，后来第3年的一续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工作许可上面就要写了，再一次续工这个证明，就是说你在国内没有犯罪记录和什么东西的。当时我签的是我没有犯罪记录。
但是我是一个我想做一个真实的人，像那个悲惨世界里面讲的，就是其实我哪怕我是犯罪了，我想承认的告诉大家，我在中国确实遭受了迫害，但是我不认为我是犯罪。但是在新加坡的法律，你在中国犯了刑事犯罪就是犯罪，就是事实。我不想辩解，这就永远是我心里的一个结。我也想在新加坡踏踏实实去上班去工作，但是这个在中国被他们共产党定义为非法经营罪，判1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不可能说，我虽然说我当时在那个龙岗看守所里面，给我下达那个判决书，说判我1年之后，我在那判决书背后其实写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判我有罪，历史终将判我无罪。我在那判决书后面写了这句话。虽然说我认为我是无罪的，但是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法治体系里面，他们把握了话语权。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是毫无微小的力量。关键是新加坡也认可这种解释权，对吧？新加坡的跟中共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说小中国，他们体制是说，但是说他们最起码他们的老百姓虽然说，那他们是高福利高汇率国家，他们的福利虽然说在那些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可能好一点，但是说新加坡人其实也是一个劳碌拼命、生死拼搏的一个，他们是闲不住的民族，闲不住的一个国家，就是老百每天也是为了生活奔波。其实他们的老百姓其实生活的也是很辛苦的，也不是说像那个抖音上面说的新加坡多么的好多么样，他们的老百姓其实生活在也是一种高压环境之下，其实他们的护照含金量很高，不用像中国这样的要办很多的签证，去哪个国家旅游很麻烦，他们的老百姓想去哪个国家就会很方便的过去。但是你要客观承认，新加坡老百姓确实也有很多忌讳，有很多限制，他们不能批判李光耀，不能批判新加坡的这个政府体制，不能说一些说一些对政府不好的话。他们也可以给人开穷籍，就是相当于破产，给你开穷籍，你也不能出境，也不能怎么样。新加坡其实也有政治犯，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新加坡的华人确实在辛辛苦苦、踏踏实实的生活工作，这是一个华人有一个好的这个特性嘛，就是都想安居乐业，都想好好生活。这是人的，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不敢再去维持政治的一个触点，就是说都想好好过日子，但是一谈到政治就害怕了。如果说我涉及到政治了，我就不能好好过日子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之处吧。那你是怎么到德国的呢？我是因为我在新加坡上班嘛，3年的时候刚好有那个新加坡的工作签证。工作签证的话，新加坡的工作签证是2年一续，2年一续的话就会。你刚才讲过了，就是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写你在中国没犯罪什么等等这些原因，你都解释过了。就说然后你怎么选择从新加坡到了德国呢？怎么过去的？当时我就说，我就是办的那个，我用的是新加坡的工作签证嘛，办的那个德国签证，然后存款的话，如果说你是有其他国家的那个长期签证，比如说学生签证的话，或者工作签证的话，其实申请申根签证是没像国内那样苛刻的，只要你这个存款证。你是申请的旅游签啊，旅游签啊，然后呢，就以这个旅游的名义进到德国，然后拿着德国签证，申请难民是吗？还是怎么样？申请政治庇护。哦，这样。对的，顺利吗？还算顺利。我感觉不太顺利，因为德国是，我感觉德国跟那个中国这个政治关系还是比较经济层面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然后这个共产党是执政一辈子的党，他的政策是一成不变的，而欧洲的政党是这4年这个政党，下4年那个政党，他们的政策永远是在变的。对于独裁是完美的独裁，中国是完美的独裁。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独裁，这个民主都是有缺陷的民主。当缺陷的民主对待那个完美的独裁的时候，缺陷的民主往往在这个独裁面前，它永远是
处于劣势的。独裁可以从方方面面控制人，而民主它就方方面面的控制政府，那个所有人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独裁的那个权利其实更大的去剥削个人的权利。所以说这个大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尤其是在欧洲这个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政府经济层面上呢，中国跟那个欧盟啊，跟德国其实关系日切紧密。那你所谓你在德国这个政治庇护不顺利是就具体遇到什么事情了？你说你已经在这儿1年半了是吧？就是他是拖着不给你批是吗？还是怎么样？首先最简单一点了，就是你德国你面谈他都没有专职的翻译，他们的翻译都是找那种临时的翻译，就是说可能是1个小时30欧或者怎么样的，给你找一个翻译。然后这个翻译呢，可能就是一些小粉红，或者就是一些心心念念祖国统一那种人。可能我就谈我的翻译，他连刘晓波都不知道是谁，他都没有一种政治敏感度的人，他给你翻政治，给你做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个翻译，他能了解你的痛吗？了解你的痛点吗？了解到中共的敏感点吗？他做不到。这我就是说，当时我从龙岗看守所出来的那第2天。深圳国保大队的两个人直接住我那个住的那个宾馆里找我敲我门，他们第一次跟我那个相当于家长式的教导，说你出来好好工作，好好上班，以后不要参与政治了。讲了一个30多分钟吧，苦口婆心的。那时候还是新冠疫情的时候，6月份吧，给我邮寄了一个口罩，给我了一包口罩跟一瓶什么东西的。然后呢，然后就讲了一下，然后就走了。他们刚走，我就发个朋友圈，我说我刚才国保来找我了，10分钟不到，他们就来打电话扣我，他说你刚才你想干什么？刚才跟你苦口婆心的讲这么多，你现在又在发朋友圈，你又是怎么样？气冲冲的回来了，敲我门，然后进来讲，直接说了，你现在还在新加坡，还在那个深圳啊？你还想再进去吗？我随时可以让你进去哦。然后还来一句，我可以让你没有刘晓波的名，但可以让你有刘晓波的命。他说这意思说很简单啊，就是你可以死在监狱里面，但是你肯定没有刘晓波那么有名了，就已经这样恐吓我了。我在面谈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翻译是个女的，我就翻译这个事情，就讲一个事情。他问我刘晓波是谁，那我能说什么？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都懂的东西，在一个旁观者来讲他不懂，所以说这是代沟还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好讲。那给你做翻译的这是一个在德国的留学生吗？还是个年轻人是吗？这个好像是孩子在这边读书，一个妈妈吧还是什么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做翻译，做临时翻译，30块钱30欧1小时。那德国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专职翻译。就前段时间那个，你们现在不可以用 AI 来做这个翻译吗？很准。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给德国政府提供的资料，都必须是纸质的资料，他的那种视频资料或者什么资料，他们都不接受的，他们都不看的这种，就必须要提供纸质资料，就是你在网上什么视频啊什么东西的，他可能都不要看，他非要提供纸质资料之后，他自己去查，自己去做那种。鉴定，然后才可以是怎么样，是不是都有东西？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你别看欧美好像是这个人类文明的天花板，但其实在人权方面，他们口号喊的更多，其实距离真正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文明，他们也差很远。那当然了，就是说不用跟中国比了，这个就是那在最底部了。我就说，其实欧美很多地方做的也很差。其实德国相对来说还是相对于难民来说还是还好了。总说的还像那有些地方那个欧盟其他地方难民住的地方很差，然后还听说有些管理层还打难民的。但是德国这边总的来说，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已经在德国1年半了，在庇护申请中那种的，在等结果，就还得再等，那就是等多久都有可能是吗？应该1年左右吧，应该还要等1年左右吧，我感觉。
1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这1年之后给你批了，你就可以在德国正常的工作生活了，是吧？我现在也能申请工作许可，也能上班。就是说，现在的身份就是像他那个居留，像国内的那个居住证一样的，半年续一次，半年续一次。就是说，他就是给你一个庇护审理期间那种身份，就是说你案子还在审理，没有给你结果，你可以去上班，可以去学习，可以做什么，但是他就是说他不认可你是难民身份，就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样啊，你现在已经在德国了啊，首先恭喜你啊，这个算某种程度的脱离苦海，而且呢，你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就你以后想要去在德国做的你那些梦想啊和那些计划，那这些其实包括你之前在中国所谓的这个加引号啊，所谓犯事儿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吧？那我们回归到今天的标题啊，你说你是理想与悲观之间，那这个悲观你刚才并没有讲，给我们讲讲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矛盾体，你的这个悲观体现在哪里？悲观的话，你看像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美国选出像川普这样的傻逼，这不是一个悲观的现实吗？是吧？就是政治上的这种抑郁是吧？因为我是这个意思，我的理想，为什么我在个人层面来讲，我是觉得我是乐观的，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追求，都可以去找真相，就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实，你用什么去像中国的辩证法呀什么东西的，你去看这个，你是用心还是用利益角度，还是用其他的角度，用道义的角度去看问题，还是你坐在屁股的用到脑袋或者用你的位置来考虑这个问题？是这个从个人层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在这个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信息来源。在中国这个翻墙环境之下，也可以通过其他很少众的平台去什么孔夫子旧书网去淘一些旧书、禁书或者其他方面去听一些翻墙软件去了解事实。从个人层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真相，去了解一些途径，走出那个道德洼地中国，这个是一个乐观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是从这个世界一个大的趋势之下，这个政治环境之下，全世界都在反新移民，反这个都是在向右翼倾斜。然后尤其像美国这个最典型的、最包容的一个国家，选出川普这样的傻逼，还说出这些口号，说这些白人至上，说什么？川普是按照那些MAGA 来讲，他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呢，他也是个德国混血啊，他应该也被遣返到德国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来讲是悲观，这个政治层面按历史趋势来讲是一个悲观的，结果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时代。你认为现在的世界并没有往好了去发展是吗？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恶劣的一个环境之下，越来越变态，就是说人越来越极端，人越来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都想掌控话语权，但是都不会学会倾听别人的想法。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想怎么样，都想当孙中山，都不想当孙总民，那陈总民，然后一枪毙了他。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现在每个人都很极端，都不愿意去与人对话，对吧？倾听别人的想法，那你应该是一个很讨厌川普的人，是吧？因为你刚才的这个言辞也比较激烈啊。那么你有没有在网上试着和一些所谓的川粉去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呢？试过吗？你跟出去说这些东西有用吗？你讲了，就从1月6号那个大选，这冲击国会那个事情，还去为川普去辩护，说什么这个的，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总统会让自己的人民去冲击国家的那个国会？就像你的国内中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呢。那个国家主席让自己的人民去那个大会堂去怎么样，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有啊，那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不就号召所有的这个中国人把这个政府都颠覆掉了？文革的时候，那是所有人都承认，所有历史学家，所有正常人都会说这是人类灾难。
但是美国号称自由的灯塔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给民主蒙羞的事情，是一个灾难的事情。这样，那比如说，按照在你的这个逻辑里，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了嘛，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很撕裂嘛，无论是整个这个世界啊，其实不管讲任何语言的，你这次比如推特现在把这个大翻译搞出来，对吧？各个语言都可以互相能看到不同语言发的推特，你就会发现，其实讲各种语言的人都挺极端的。对吧？都有很多极端的人，都是很撕裂的，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去撕咬的。然后你刚才也说，这个造成了你的一种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悲观的感觉。你觉得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够去倾听对方，那么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倾听一下，比如说川粉的一些言论，跟他们做一些交流呢？就不一定是说你说服他或者他说服你，因为我觉得除了一些极端的声音之外，可能你们还能够求同存异，找到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就不可能说是完全不能交流吧？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想搭理他们，你心里住着魔鬼的人，你终究也会成为魔鬼。川普的最大魅力，其实最大的就是他是一个总统，他是美国总统，他是掌握拳头的人，你只是崇拜拳头，拥有拳头的人而已，你不是为了正义。我遇到的是有我觉得良知，你崇拜权力的人，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就把他们定义为是魔鬼，或者以后就成为魔鬼，就等于把人家非人化了嘛？就你连人都不是了，所以我不跟你交谈，这样也不太好吧？我是这意思啊。首先，如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选出像川普这样的人，其实这已经是民主一个弊端。但我不是说专制很好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美国选出川普，说明美国的民主这个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像那个说现在这个书上面美国民主是多么完美，或者三权分治有什么好的，它肯定是有些问题。这个任何法律在这个现实环境下面，它都要适当的去修改或者改变。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人都是会变的，是政客也是会变的，政客只会为了选票或者怎么样的去拉拢人心或蛊惑人心。我们作为平常人，我如果说在一个我不想昧着良心就是说去吹捧一个人或吹捧一个给文明世界带来不好影响的人，我深恶痛绝。我只想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想说这个人是傻逼，川普就是一个穿新衣的一个皇帝，我就告诉所有人他就是一个傻逼。你可以讲我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你也讲了，就是所有的制度嘛，没有完美的，对吧？所有的每个人也没有完美的。那么我就想问问啊，就是川普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他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再聊了，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啊，你也很清楚。那就说他有没有做过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做的还不错，有吗？我只能说，他不是一个体面的人，他不是一个体面的人。不是，我们现在说他的优点，就是他做的不错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说缺点了，这个已经都不用再说了。你觉得有吗？就比如说，或者说不说他这个人，就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啊，就尤其是这个第二个任期啊，现在这一两年所在尤其是国际事务上做的事情上，有没有哪一件事儿你觉得做的还不错？比如说委内瑞拉，或者说现在的伊朗，或者什么情况，你觉得有吗？还是说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看不上，是哪种情况？目前我是感觉他做的任何事情，我感觉都是弊大于利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感觉他事情做得很好。我们不聊那个弊。我问你的问题是那个利是什么？哪怕这个利再小，对吧？弊大于利，但是利是存在的，对不对？可能弊是90%，利是10%，但是我现在就想跟你聊的是这个利，哪怕它再小，哪怕是1%，你能说出来吗？就是川普做的有利的地方，或者说对这个世界有利的地方，你能说出来吗？我感觉可能就是一个联合国，把联合国给解散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联合国现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好吗？我感觉你把它是一个独裁体制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如果说你真正的想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你就要从制度层面去把这个国家给解决掉。如果说你中国这样，首先得把这个占据权力高位的这一个独裁者先得干掉啊！你这个做事情是有一个过程的呀。我这样的，就像我这举个例子啊，就像中国你打贪官一样的，你把一个地区的那个最高首长或者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市委书记干掉，其实最开心的不单单就是那些老百姓，还有那些想爬上去的人，位居第2位的、第3位的人。但是你想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讲到中国，现在当然了，美国和川普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颠覆中国的这个统治，对吧？他没有能力，因为你中共再怎么样，他有核武器，他是那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对吧？当然，虽然美国还是比中国强，但是他还是没有说能像对委内瑞拉或者对伊朗这样去搞中国，他现在搞不了。那我们假设，如果他能搞，比如说科技突然进步了啊，你比如你像现在这次委内瑞拉，对吧？就是伤亡很小，就可以直接把马杜罗抓过来了，这是美军的这个军事实力、科技进步所造成的这种我们讲降维打击，对吧？那如果有一天，假设啊，我们就发散一点，假设可以把习近平给抓了，哎，代价极小，让中国这个核武器都发射不出来，我们就把习近平给先干掉了。那这个其实不是挺好的吗？就是你把这一个人弄掉，造成他权力真空，造成他某种混乱，这就可以促进一个改革。那否则他一直坐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呀。就跟文革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现在我们回头看是文革10年。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死，那就是文革15年，文革20年，多少年都是他，对吧？只要他不死，所以这个独裁者的问题，尤其独裁这个系统的问题，就是你首先要把那个独裁者干掉，然后才能够去讲我们能不能推动整个这个系统的变革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那如果美国或者川普有能力把习近平干掉，那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你推到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你讲的当然没有错了，就说我们当然要改变它整个这一套系统，但是你首先得把马杜罗干掉啊，这是第一步啊。所以他这个事儿做的难道不好吗？我只是跟你探讨啊，就是你的看法。我的想法就是说，可能说这个是你把习近平杀掉，可能解一时之恨，但长期来讲没有作用，因为所有的你权力以什么方式得到的，终究以什么方式去失处。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制度体制的人，就是说你哪怕有一点权利的人，就是你是一个保安，你就是问路，你不是递根烟给他，他都给你另眼相待。这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的原因，你把习近平给干掉或者怎么样的，下面的人已经那个5大常委都排着队都想去当这个参谋，都想当的这个的接他的班的，就那个斯大林之死那一样的，斯大林在那个床上在那地上躺着，那些前几位那个常委都在等着他死，都在等着消息，都在医生先看一下病，看他能不能死，他还没死透，然后他再通知他女儿，他女儿过来，哎，都就赶紧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策反了，开始一个个规划了。政治这个东西，其实层面上，你要想让一个政治彻底的去瓦解，首先，我的感觉，你把一个独裁者灭掉，下面的人是千千万万个独裁者，他们都想当独裁者，权力是春药。他们那你的办法是什么呢？因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你后面挂着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哈，这个跟你的政治主张有关系吗？因为刚才有一个观众，朋友就是昨天前天跟我做对话的那个嘉宾随风啊，他也在直播间问你是不是一个中华民国派，你是吗？我不是一个中华民国派，我是一个无国籍认可的。我这国籍那这个后面这个不是你的是吧？是你室友的旗帜是吗？是我朋友的。就是我朋友。他是台湾国民党坚持拥趸者，拥趸。说我无党派。我是那种，我是相当于是我现在看见了国家这个东西是束缚人的，
这个，我认为我是一个，我就是以后怎么样？我认为无国籍，我感觉不在乎这个国籍怎么样，他的国籍啊，这个东西啊，其实束缚太多人的自由了，是尤其是就是我是这方面没有那种，这方面我非常认同你。尤其那个像那个奥运会一样的，那奥运会很荒谬，世界上面都禁止童工。你看奥运会那些体操运动员13岁、12岁、15岁，他们是不是童工？他们是不是在用这些国家、这些文明国家、这些什么国家用童工来获取国家尊严？这就是剥削，就是罗马斗兽场现代版的罗马斗兽场。问题现在还在高唱这个奥运会高中这样东西，这是与文明相悖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还沾沾自喜，哎，我们国家获了多少运动牌多少的？问题你运动那个奥运牌的背后是什么？12岁、13岁、14岁的小孩子为在这个正常长身体的时候去天天去训练身体，去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获一枚奖牌，这对于他们以后的童年来说，未来来说是一场灾难。而我们却不正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事实，这个真相，去挥着那个国旗说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那他呢？他的未来呢？他的怎么样呢？他的现在12岁、13岁、14岁，他是不是一个童工？他是不是违反了国际人权这个基本的不允许使用童工这个基本的逻辑呢？这个世界其实是很荒谬的，但是我们有些人却认可这种荒谬，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啊，或者说我们人类文明现在在21世纪所处的这么一个状况啊，其实有太多的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啊，我们要反抗的东西其实挺多的，是吧？所以说我就是说，就在个人层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从历史层面或者从这个国家层面，我是悲观的。所有国家都在退步，专制越来越专制，专制越来越进步。你看，像现在我来说的德国搞什么那个太阳能福利、太阳能那个补助，自己国家不生产，然后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那个新能源什么光伏板，然后补贴给中国了，让中国挣钱了，德国人自己不生产这些东西，不去造福德国人，不让德国人创造 GDP，去搞这些东西。你说搞什么新能源，搞什么什么东西？首先你立足点是让自己的国人去谋福利吧，不能让其他的国家啊用这个福利去让其他国家去创造 GDP。中国卖的便宜啊，你就像有一些欧洲这边的各种商品，对吧？从中国进口的，那像那个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搭生产线在欧洲生产的话，你这个人工啊，包括最终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它卖的价格肯定比现在中国货要贵。那你对于普通人而言，我就拿这么多欧元我去买东西，那我肯定是买便宜的东西，对吧？那中国货便宜，我就买中国货了。所以它这个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它不可能把所有生产线全都弄到欧洲生产一切的东西，对吧？我的意思是说，最起码你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中国的或者进口的东西，你的补贴就是稍微有所限制，或者说有一个幅度的变更。如果说是欧盟自己的生产的，你这个幅度是不是要有所扩大，或者是有所更大的福利，让最起码给欧盟的企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或者是财务支持，而不是说一视同仁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你中国限制推特限制其他软件使用，欧盟也应该对等的禁止中国的一些软件在欧盟使用，这才叫平等公平对待，要有一个尺码，要平等，你限制我，我也要限制你。其实我觉得现在欧盟在这方面的，就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我也在这边生活几年了，我觉得有些做法还可以，就是你比如说啊，它的软件我并没有限制使用，你比如像那个 Temu， 就是拼多多的这个海外版，对吧？那你在欧洲这儿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符合我当地的这些法律法规。啊，如果你违反了，你像之前不是刚开了一笔很大的巨额罚款嘛？对这个 Temu， 因为国内的那个拼多多好像就是那种大家去什么杀价去什么拼啊，但是它有一个设计上的一个陷阱，就是让你永远没有办法完成那个任务，好像是啊，因为我也没用过，但是它中国那一套东西没人管，他就把这一个完全 copy 到了这个。Temu 就是跑到欧洲这边的这个拼多多，他也这么搞
也搞这一套陷阱，但后来就被欧盟罚了嘛，罚了10几亿还是多少钱？就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法律可以执行的，就挺好啊。那当然了，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啊，我觉得你呢是一个，反正从你的推特啊，包括今天跟你聊天更多了一点了解，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善于去观察的人，然后你有你自己的想法都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生活在这个欧洲，因为生活在德国，那随着你时间越长，你可能对欧洲的这个观察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所以我特别期待下一次啊，我们等你再生活一段时间，把你的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再做一场对话来好好聊聊。好了，可以。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啊，我就祝你在德国的生活一切顺利喽。然后有空来曼海姆或者来德国来玩。好，保持联系。那就感谢汪江辉啊，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